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出轨，我捉奸，结果情夫翻窗逃跑，当场摔死。老婆骂我杀人凶手，情夫家人向我索要巨额赔偿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陈小云，老子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！见没人开门，我又朝着大门连踹几脚。身后的工作人员赶忙劝阻道：“先生，你冷静点，冷静！老子老婆在里面偷情，你竟然要我冷静？要不是看她是个女人，我早就是哐哐2个耳光扇过去了。”这时候，另外一个去拿房卡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赶了回来，我一把就把房卡给抢了过来。房门一下就被打开。结果陈小云这个贱人还上了门锁，老子抬腿一脚，只听哐当一声，门就被我硬生生给踢开。我朝着身后的朋友喊了一句：“给我守好门，录好像。”厕所没人，床上没人，我一把掀开窗帘，还是没人。勇哥，这儿！我转头看去，我朋友将床垫抬起，里面露出一只脚来。老子上前就一把他拖了出来，正是陈小云这个贱货。他红着眼眶，浑身哆嗦地喊了我一声“老公”，我哐哐2耳光直接就呼了上去。那个狗男人呢？我特地看到男人进了酒店才进来的，结果他还想骗我。老公，就我一个人，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男人。老子哐哐又是2耳光。你一个来开个屁的房！你看我今天不把他找出来，然后当你面杀了他！我刚说完气话，结果只听酒店大楼外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惊呼。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陈小云率先就冲到窗户边。阿亮啊！老子一把将他扯开，向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就穿着内裤的人趴在酒店大门前，地上一大滩血迹。不用多想，那就是这个贱人的偷情对象陈亮。细细看去，他的头好像已经裂开，流出了白花花的脑浆，周围围满了围观的群众。勇哥，嫂子跑了！突然身后的朋友一喊，我才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不是让你们看住吗？我一跺脚就赶忙追了出去。一出酒店大门，就听见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哭嚎声：“阿亮，阿亮！”这一听就是陈小云的声音。我一把拨开面前围观的人，就冲了进去。只见陈小云半跪在那个摔死的男人的身旁，丝毫也没有不在乎男人的血迹弄脏他的衣服。看着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，我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扯了起来。你这个贱人，偷人就算了，还敢当着我的面为了他哭，搞得像是他才是你的老公。一时之间，围观人群的讨论声四起。陈小云忽然死死盯着我，然后重重的一把就把我推开。林勇，你这个杀人犯！顿时人群阵阵惊呼。不知道真相的人们还以为我就是杀人凶手。我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：“你偷情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说我是杀人犯，明明就是他自己掉下来的。”陈小云一步踏到我面前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要不是你把他吓到了，阿亮会翻窗吗？不翻窗，他还会死吗？所以你就是杀人犯！我人都懵了。第一次见到被捉奸的人还能如此嚣张，我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冲天灵盖，直接一脚就踢在他小腹上，瞬间陈小云就直接摔在陈亮的尸体上。可是这哪够我解气，我捡起一旁的石块就朝着他走了过去。见要闹出人命，我的朋友冲上来就死死把我抱住。勇哥，使不得！使不得呀，要出人命的！但凡换个有血性的男人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都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陈小云。我硬是拖着我朋友，就朝着陈小云走去。
他一边痛苦地捂着小腹，一边仍旧不停杀人犯的骂着，这无疑更是加大了我的怒火。正当我举起石块就要朝他砸去的时候，我另外的朋友直接将买来的矿泉水一股脑地浇到我头上，在冷水的刺激下，这下我总算是恢复了些许理智。朋友趁机一把就把我手中的石头抢走了，我只能指着陈小云这个贱人就破口大骂：哭哭哭，哭你妈！竟然敢当着老子面哭野男人，不要脸儿的贱玩意儿！这种事就不能好好说吗？你非要把他逼到绝路你才满意吗？陈小云抬起头，朝我歇斯底里地咆哮道：出轨的人竟然还给我讲起道理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。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个贱人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又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也冲了进来，她把孩子放下，上前来一把就把陈小云给推开，抱着陈亮的尸体就嚎啕大哭：老公啊，你怎么突然就死了呀？你让我和安安咋办？陈小云红着眼指着我：林勇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害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你这个杀人犯！听到杀人犯，那个女人猛然抬起头来：是你害了我老公吗？说着，她就窜起身，朝着我一下就扑了过来。陈小云见有人帮她，她也一起扑了上来。一时间，两个女人围着我，又是骂又是抓：杀人犯，还我老公！杀人犯，还我阿亮！今天我算是大开眼界，原配竟然和小三联手起来对付我一个局外人。看着这两个如同疯狗的女人，我也是一视同仁，把每个人都狠狠抽了3个耳光。顿时，两个疯狗就像是打了镇定剂一样。我看着陈亮的妻子，一只手指着陈小云：你要打也是打他，要不是你老公和我老婆出轨，他会摔死吗？他又猛地看向陈小云，顺势一巴掌就打了出去。你这个丑八怪也敢勾引我老公！今天陈小云挨的耳光够多了，只见他整张脸肿得像是猪头。陈小云挨了一巴掌，他看陈亮妻子只一个刚生完孩子的黄脸婆，他也是来了脾气，同样也礼尚往来的回了他一巴掌。你这个黄脸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，还敢骂我！就这样，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随后就彻底掐了起来。两人又是抓头发，又是扣鼻孔。不得不说，女人打架要比男人打架好看数倍。没多大会儿，现场被吃瓜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这时候，朋友应该是注意到警察来了，赶忙就将我拉到一边。陈亮的尸体被用警戒线围了起来，两个女人被一起带走了。当晚网络上一条短视频爆火，内容就是当时我们起冲突的现场。一时之间，评论底下议论纷纷，讨论最多的就是我要不要负刑事责任的问题。有的说我是故意杀人，有的说怪陈小云勾引他，还有的说是陈亮自己摔死的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虽然我当时盼不得把两个狗男女都打死，但是想到陈亮摔死的那副惨状，一时间我也有些后怕。不会真要判我刑吧？但是我只是去捉奸，我也没想害死陈亮啊。电话突然响起，将我吓了一激灵。我一看是警察局打来的，瞬间就更慌了。结果接起，传来的是陈小云的声音：喂，能给我带2件换洗的衣服来吗？啊！原本平息的怒气又涌了上来。我看了一眼正在一旁乖巧做着作业的女儿，压低声音对着陈小云说道：你竟然还敢有脸打电话来，要不是因为女儿，你看我和不和你离婚？虽然我生气，但是我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。电话那头，
陈小云忽然带着几分惭愧的语气：“对不起，阿勇，是我对不起你和女儿。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请你看在女儿的份儿上，原谅我这一次，原谅你。你觉得自己配吗？”陈小云哭了起来：“老公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，你说东，我绝不往西。”这时候，做完作业的女儿忽然跑上前来，她一把将我抱住：“爸爸妈妈还要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我不禁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。为了不让女儿伤心，我不得不再给陈小云一次机会：“你等着，我马上去接你。”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在安顿好女儿之后，我给陈小云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，就开车去接她。一见到我，陈小云一边哭着就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：“对不起，老公，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的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将手中的衣服递给了他。他赶忙拿着衣服就去厕所换了。等他出来，我们正要开车走时，陈亮的妻子突然窜了出来，他一把将我手臂抓住：“你害死了我老公，你必须要赔偿我们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满脸不高兴。我都说了，这件事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要怪就怪你老公管不住自己下半身。陈亮妻子死死将我抱住：“要是你不赔偿，我今天就送你吃牢饭。”看着近在咫尺的警察局，我有些慌了，赶紧就想要挣脱他的束缚。就在这时，陈小云忽然走上前来，我以为他是要帮我，结果他扯住我的另一条手臂，就帮着那个女人一起帮我往警察局拉。我当即大怒：“陈小云，你疯了吗？”虽然说不是我亲手将陈亮推下的大楼，但是我知道，可以说是间接害死了他。看着这两个女人将我往警察局拽，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发慌。我可不想吃牢饭，于是当即就立刻慌张地喊道：“我赔，我赔！”一听见我愿意赔钱，陈亮妻子的眼睛都亮了。我有些忐忑地问道：“要赔多少钱才行？”陈亮妻子将腰一插，随即就伸出5个手指头：“50万！”见到这个数字，我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我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太多了吧？”听到这话，陈小云先是冷哼一声：“林勇，你害得人家没有老公，害得他孩子没了爸爸，才让你赔50万，已经是很便宜你了。”看着陈小云胳膊肘往外拐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但是碍于离警察局太近，我也不好发火，我只能强忍着怒气，恶狠狠地瞪了陈小云几眼。然而李淑仪一见我不愿意给钱，当即就黑了脸：“嫌多是吧？那我就把你送进警察局再说。”一听要进警察局，那我自然又慌了，于是赶忙摆了摆手：“行行行，我给行吧。”听到我愿意给钱，李淑仪才愿意重新将我放开。最终我先是转给了他20万，剩下的30万必须在1个月之内给他。回到家里，我正准备责备陈小云，没想到他却先开了口：“林勇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都没说离婚，现在这个贱人竟然敢主动提离婚。原本被我压下去的怒火一下就窜了起来，我当即就一耳光扇了过去：“你这个贱货，不仅当我面哭眼男人，而且还帮着对方来坑我的钱，现在又他妈主动提离婚！”陈小云捂着脸颊，双眼通红地看着我，竟然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你害死人家老公，让你赔钱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是我害死的！”我握紧双拳，双眼死死盯着他，似乎是被我的样子吓到。陈小云立马就乖乖闭上了嘴巴。我直接将原本准备丢掉的离婚协议重新拿了出来，一把甩到他的脸上：“你不是想要离婚吗？来，咱们现在就离。”陈小云接过协议，
3下5除2地就签好了名字。随即他还装作十分大方地表示，孩子就给你养吧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绝不会把孩子给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养的。陈小云忽然狡黠的一笑，既然孩子归你了，那房子就归我，这没问题吧？我直接被当场气笑。陈小云，你的算盘真是打得响啊，又想要房子，又想不要孩子，什么好事都被你占尽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是我婚前一个人全款买的，想打房子的主意毛都没有。陈小云却也不气馁，他竟然拿陈亮的事来威胁我，要是你不把房子过继到我的名下，那我就可以把你告上法庭。原本我就在气头上，现在陈小云又拿着这件事来威胁我，我索性就破罐子破碎，要告你就告去吧，老子不管了，坐牢就坐牢，就算老子坐牢你，也别想能占到我丝毫便宜。看着我癫狂的模样，陈小云反倒怂了，最后他只能自知没趣地离开。这天，正当我和朋友说着捉奸的事情，结果朋友突然来了一句，陈亮就是一个光棍，哪来的老婆孩子？顿时我心中一惊，我一下就凑到我朋友跟前。你说什么？朋友看着我的反应有些迷惑，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，陈亮没有老婆孩子啊。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涌了上来，难道说这一切都是陈小云设的局吗？现在细细想来，当初我发现陈小云和陈亮的出轨记录有些凑巧，巧得有些可怕。那天陈小云回来得很晚，我已经上了床，她一进卧室，我就问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。她淡淡地瞟了我一眼，敷衍了事地说了一句，只是和朋友出去逛了逛。说完，她就随手一把将手机丢到枕头上，就进卫生间洗澡去了。结果就在他进卫生间没多久，我就看见他手机屏幕亮起。原本我没想看，但是看着陈小云刚刚怪异的表现，我还是忍不住悄悄看了一眼。当我看清手机上的消息，我发现他竟然和陈亮第2天约在了酒店见面。顿时我就觉得火冒三丈，恨不得立刻冲进厕所将他暴打一顿。但是我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，因为那条信息虽然说在酒店见面，但是却没有其他露骨的信息，这样也不能完全就证明他确实出轨了。本着不打草惊蛇的目的，我还是强行将怒火压了下来。我等着第2天在酒店抓他现行的时候，再好好给他一个教训。可是我没想到会在抓奸的时候，陈亮会坠楼身亡。突然，我手臂激起一阵鸡皮疙瘩，后背不受控制地冒出冷汗。要是说他和陈亮在酒店见面的消息是故意看到的，陈亮的妻子也是他事先找人假扮的，那也就是说，他提前就知道陈亮会死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其实陈亮并不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楼的，而是陈小云亲手把陈亮给推下了大楼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女人能有这样的城府和胆量，那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当即就联合我的朋友，让他帮我一起调查陈亮妻子的真实身份。这一查不要紧，陈亮的妻子果然是陈小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这下我也更加确定了陈亮就是被陈小云害死的。这个臭女人竟然给我下了这么大一个套，我发誓一定要把她送进监狱。正当我想着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我正想着是谁，结果一开门竟然是警察。我还一脸懵逼，对方在确定我的身份之后，就直接将我控制了起来。林勇先生，你涉嫌过失杀人，请和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想到陈小云这个贱人竟然背着我把我告了。我朋友还想上前来帮我解释，
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想肯定是我们当时捉奸的画面，也被陈小云悄悄安排人拍了下来，作为我间接害死陈亮的证据。警察十分笃定地说道：“没有抓错。”朋友还想上前替我争辩，我却摇了摇头。你帮我去调查一下附近有没有监控拍到当时陈亮坠楼的画面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被押上了车。我没想到陈小云竟然和李淑仪已经早早的就在警察局前等着我。一见到我，李淑仪就开始了自己的哭戏：“你这个杀人犯害我老公！”看着两人的丑陋嘴脸，我直接当场对着他俩破口大骂道：“你根本就不是陈亮的妻子，你演什么演？”随即我狠狠瞪了李小云一眼。我都知道了，陈亮根本就不是自己掉下去的，他是被你推下去的。陈小云当即被吓青了脸，但是他还是十分嘴硬地叫嚣道：“杀人犯你就还想在这儿血口喷人吗？”看着他那副丑恶嘴脸，我也懒得再和他浪费口水，只有将事实摆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看着我被带进警局，俩人在背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他们殊不知自己很快就会笑不出来了。很快，我就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被李淑仪告上法庭。在法庭上，他一板一眼地控诉着我的罪证。虽然说我和其他男人在酒店约会确实有错，但是假如不是林勇闯入酒店暴力砸门，那么肯定也不会吓到陈亮。如果不是他吓到陈亮，那么陈亮就不会翻窗逃跑而被摔死。看着陈小云在法庭上侃侃而谈，我不禁感慨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不要脸的女人。不幸中的万幸是我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彻底看清自己的枕边人，这也能称作是及时止损。法律往往都是讲究依据的，根据陈小云的说辞和提供的证据，胜利的天平无疑已经倾向他那边。最终一审结束，我因为间接导致陈亮死亡，所以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一见我得到这个结果，陈小云和陈亮妻子相视而笑，俩人还朝我投来得意的眼神。离开法庭时，陈小云追了上来，她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：“林勇，要是你坐牢了，我可不会帮你照顾女儿。”我还以为他想说什么，原来这么是着急上前来撇清责任啊！我不禁冷笑一声：“陈小云，和你结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你放心，我的女儿用不着你这个贱人来照顾。”陈小云却也不恼，她反而笑了笑：“要是女儿没了，爸爸岂不是很可怜吗？”她继续狡黠地说道：“其实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。只要你愿意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，我还是愿意帮你的。”呵呵，说到底还是惦记着我的房子。我当即就狠狠朝他啐了一口，想打我房子的主意，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，就算老子进去了，房子也是女儿的。眼见谈判破裂，陈小云的脸一下就黑了下来：“林勇，我这是好心帮你，既然如此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去吧。”看着陈小云丑恶的嘴脸，我眼神冰冷地看着他：“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放心，你终将会为你做过的那些昧良心的事付出惨痛的代价的。”日子很快就到了终审这天，陈小云和李淑仪满面春风。我从朋友那儿听说了，陈小云最近日子过得滋润极了，不用多想就知道，他俩肯定是拿着从我这儿骗走的那50万到处潇洒去了。我始终相信，法律最终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。在审判庭上，原本说找到证据的兄弟却迟迟没有到来，我不由得开始焦躁起来。眼见我终于露出负面情绪，陈小云和李淑仪
得意极了。陈小云更是暗暗向我嘲讽道：“你之前不是嘴硬吗？现在想要后悔吗？我告诉你，已经晚了。”眼看着法官就要宣判结果，我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。然而好在兄弟在宣判的最后时刻终于赶到了现场。法官，我还有一项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陈亮并非意外身亡，而是被陈小云蓄意谋害的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就说这个女人的面相看着不简单。此刻陈小云的脸更是难看到了极点，她不受控制地向我兄弟大喊大叫道：“事到如今，竟然还编出这样的谎话，想要耽误时间吗？”说完，他就转向法官，以恳求的语气赶忙说道：“法官，事实已经很明显了，赶快宣判对林勇的惩罚吧。可是法律是要讲究事实依据的。”我的律师就接过兄弟好不容易找到的事发当时的录像，他当庭就播放了出来。只见视频中正是当初事发的酒店窗口，画面中陈亮穿着短裤就慌张地爬出了窗户。正当他准备爬到旁边的时候，在他身后的陈小云忽然猛地一把就把他推下了大楼。看着如此具有说服力的证据，陈小云瞬间就崩溃了，他失控地喊叫道：“这个视频一定是 P 的，一定是林勇想要以此来逃脱法律的惩罚。”看着他失去理智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恨至极。关于视频是不是我做了手脚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。我相信警察自有办法。在经过简单的鉴定之后，法警直接宣布视频是绝对真实的。我冷冷看向陈小云：“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说过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陈小云，你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伤害家庭，甚至是别人的生命为儿戏，你真的觉得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眼见他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被拆穿，陈小云像是失去力气一般瘫软在地。而在一旁的是李淑仪，眼见情况不对，还想逃跑，结果我直接当庭指控他联合陈小云一起假扮陈亮妻子，并且诈骗了50万。法警瞬间就将准备逃走的他控制了下来。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结局，于是他就想要将锅全甩给陈小云一人。这一切都是陈小云逼我干的，我是无辜的呀！还不等我做任何反应，反倒是陈小云率先挣脱了法警的束缚，就冲了上去。他狠狠一把揪住李淑仪的头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想要把锅全部甩给我一个人！当初我只想要房子，诈骗50万，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”一时之间，两个女人打得不可开交。看着这两个心如蛇蝎的女人，旁听席上全是喝彩声。但是没一会儿，俩人就都被法警控制了下来。最终，关于两人所犯下的罪，还是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定罪。李淑仪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，并且将诈骗的50万赔偿给了我。期间，他还通过中间人找到我，竟然还异想天开的想要让我将罪责全部推到陈小云一人身上。我自然没有答应，毕竟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该有的代价。他在当初答应陈小云假扮陈亮妻子的时候，就应该做好这样的觉悟。至于陈小云因为故意杀人以及诈骗，最终毫无意外地被判处了死刑。他说希望我能带孩子一起再去看他最后一眼。其实我本不想去的，但是念在这些年夫妻情谊的份儿上，我还是决定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一见面他就问：“女儿怎么没来？”我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向他，
女儿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有一个这么丢脸的母亲。”听到这话，陈小云忽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，她满脸泪水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”看着她那鳄鱼的眼泪，我却只觉得一阵恶心。我鄙夷地看向她，首先，我早就不是你的老公了。其次，你这副忏悔的模样装给谁看呢？你不会以为就凭借你这一句话，我就会原谅你做过的恶心事吧？陈小云，我告诉你，走到如今的地步，你怪不了任何人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如果以后女儿问起你，我只会说你已经死了。眼见我如此无情，她哭得更凶了，甚至不惜用头一遍遍撞着地板。可是尽管她表现得十分可怜，但是我的内心却没有丝毫波动。本来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未来，但是这一切都被她的贪心给毁掉了。我也懒得再去管她，转身就出了大门。时间替我们筛选掉那些糟糕的人，但是我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会遇到更合适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